等王有良反应过来，方所长带着3个同事已经走出门上了车。王有良赶紧追上去，扒着车门，赶紧把12张大团结往方所长车里递。方所长，一点小意思，请兄弟们喝茶，那个茶收入的事，还请您高抬贵手。哼，王有良，你干什么？你这样的行为，我可以告你行贿。王有良差点原地吓死。行贿这么大罪名，怎么担待得起？不是，方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方所长，王有炳是我亲哥哥。王有良的意思，他哥哥王有炳在县里做大官，让方所长拎得轻一点，看在他哥哥的份上，要对他网开一面。想不到方所长来了句：“好，知道了，我把王有炳的灰色收入也一起查一查。”说完手一挥，司机一踩油门走了，留下王有良在风中凌乱。他突然感觉额角上的伤不算什么，因为他整颗脑袋都要炸了。活这么大岁数，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王有良耷拉着脑袋进屋，看到10几个站长通通围着三宝。三宝啊，我们大排坑村的玉米那是顶好，玉米你一定要用我们村的。包子，麦麸一定要用你妈村的，我们村的大麦机是新的，出的麦麸一片是一片，保证你的鹌鹑爱吃。刀爸，菜籽饼一定要用我们黄泉村的，我们今年的菜籽饼那叫一个香。王有良见状，更加气不打一处来，大吼一声：“全他妈给我滚！”三宝，就这么说定了啊！书等你来装，书都给你留着。说完，10几个人一溜烟走了。三宝也牵起海燕娜的手，转身走出王有良家。大卫、天龙几个也跟着走了。屋子里只剩下王有良和王力宏两父子，一个一脑袋的血，一个心脏砰砰直跳。8个人在回去的路上，三宝心里别提有多爽了，拿出5块钱给天龙。兄弟们，今天辛苦了，去吃个夜宵，我做东。刀哥和大嫂一起去啊！我不去了，我有娇妻，不像你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对了，赵虎，你姐姐和妹妹不是一时找不到工作吗？他们要是愿意的话，就去鹌鹑养殖场工作吧，每个月开40元工资，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我替我姐姐妹妹谢谢宝哥，我爸妈要知道了，不知道得多开心呢。天龙他们6个人拿着5元钱，开开心心找饭馆子吃饭吃夜宵去了。三宝搂着海燕娜也回家了。燕娜，你别去上班了，我做老板了，你在家做老板娘。你要是嫌无聊，就去养殖场多多转转，怎么样？三宝，我这个工作挺好的，当时求了不少人才弄到这份工作，出来太可惜了。最主要我也喜欢纺纱，你还是让我去上班吧。海燕娜这么多年全靠这份工资支撑着这个家，虽然三宝这一个多星期来对她真的很好，甚至每天做饭给自己吃，可之前那种可怕的生活，让她对于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有一种执念。行吧，燕娜，既然你喜欢这个工作，那你就做着吧。燕娜，今天这么高兴，我们多几次。你真讨厌。996、997、998、999、1000。村里曾经人人看不上的2溜子，没想到现在竟成了大家巴结的对象。自从三宝打败恶霸梁站站长王有良后，大家就纷纷过来献殷勤。一向与王有良交好的各位梁站站长也倒戈到了三宝这边。三宝一大早来到鹌鹑养殖场，地上的玉米、豆饼、菜籽饼、麦麸、粗糠堆得像一座山。三宝，叔把东西都给你送来了，省得你跑来跑去了。养殖场这么忙，包子还缺什么？你说，叔那里的东西任你用。宝爸，料你先用着，钱也不着急结，你养殖场刚开，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三宝乐了，没想到方所长那天的话真管用。我再重申一遍，以后不管三宝问哪个村去调配饲料，梁站上都要把最好的留给鹌鹑养殖场。是，我们知道了。三宝给10几个站长一个个派烟寒暄，之前闹得不愉快，大家都心知肚明，但谁也没再提起。王有良也送了不少玉米，心里恨归恨，可是上面的话他也不敢不听。只不过他本人没来，叫了梁站上的工作人员躺火根。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鹌鹑一只只都长得很壮实。三宝看着这些下金蛋的鸟，心情好极了。这天纺织厂停电，全体员工休息1天，这对海燕娜来说很难得，她是出了名的全年不休。三宝回家吃中午饭，看到海燕娜蹲在地上在擦地。燕娜，一个砖地你弄这么干净干嘛呀？要干净的，不干净的是小狗小猪。海燕顿了一下，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三宝，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是小狗小猪的意思。小狗小猪都挺可爱的，等我资金周转过来了，我说不定还要开个养猪场呢。见三宝没生气，海燕娜放心了。燕娜，反正今天你没事，不如到我养殖场去看看吧。开了半个月了，就你没来过，连赵虎他爸妈都来过好几回了呢。好啊。吃完饭，2个人一路走到了养殖场。海燕娜一眼便看到了养殖场的招牌。三宝，这名字是你取的？是啊，
取得真好。海燕娜一进去就被惊到了，原来3万只鹌鹑有这么多，叽叽喳喳的热闹极了。三宝像展示自己玩具的小孩一样，兴奋地带海燕一一介绍过去。为了让海燕崇拜自己，三宝带着卖弄地讲道：燕娜，你知道吗？养鹌鹑光线要微暗，夏天通风良好，要防止狗猫鼠偷吃。燕娜，你知道吗？鹌鹑喂料方法有2种，一种是喂干料，另一种是喂饲料。燕娜，你知道吗？三宝叽里呱啦介绍了一大堆。海燕娜听了三宝的话，带着十分崇拜的眼神表扬三宝：三宝你真厉害，真有本事。哈哈哈，那是当然。男人就喜欢看女人崇拜自己的样子，特别是像海燕这么真诚的崇拜。海燕娜仔仔细细观察每一只鹌鹑，忽然她发现有些不对劲。三宝，你可以抓一只鹌鹑出来给我看吗？当然可以。三宝抓了一只鹌鹑递给海燕娜，海燕仔细瞧了瞧，有些担心地说道：三宝你看，这只鹌鹑眼睛肿了，还流眼泪，肚子里也硬硬的，似乎是生病了。啊，生病？三宝知道养殖业别的不怕，就怕生病。这么密集的饲养，一旦有一只得了传染性的病，一夜之间可以死的一只也不剩。燕娜，你没看错吧？我也不确定，不过我在方所长寄来的《农村畜牧养殖知识》杂志上看过，上面说这种病叫白喉病，生了这种病的鹌鹑通常眼肿流泪，食欲不振。三宝赶紧叫来赵虎的姐姐赵秀。秀，一直都是你在喂食的，这几天鹌鹑吃东西正常吗？宝哥，从大前天开始，鹌鹑吃的比以前少，而且是一天比一天少。啊，你怎么不告诉我？秀委屈的都要哭了。我告诉你了，你说正常，说人也有吃不下饭的时候。秀两姐妹特别珍惜这份工作，离家近，工资比一般厂里还高几块钱，所以鹌鹑的事她真的特别上心，一有不对劲都第一时间报告给三宝。三宝这下是真急了，一笼笼的看过去，果然就像海燕娜说的那样，每只都有不同程度的眼肿流泪。没事秀儿，这不怪你，别担心，这个病能治的。哦。啊，耐治。燕娜，你快说说怎么治？书上说可将0.1%的2甲氧基嘧啶钠粉拌喂或溶水饮用，同时还要用0.5%的高锰酸钾溶液对屋子清洗消毒。三宝一脸不可思议。燕娜，你怎么会去背这么拗口的东西？我没有背，我就是看了一遍。每次方所长寄来的书，你都拿来吐骨头，我就在你吐骨头之前看一眼。我操，牛逼！绝了绝了，传说中的过目不忘啊！这回轮到三宝用崇拜的眼神看海燕了。三宝一向对这种文绉绉的东西不感兴趣，他喜欢实践行动。这杂志在他手里，就是每次吃鱼吃鸡时用来吐骨头。不过我也不确定，最好是请个兽医来看看，药也需要兽医配。三宝马上请来了全县唯一的兽医。汤兽医一瞧，海燕娜说的全对，就连药也是照着海燕娜说的那样配的。李老板，得这个并不正常，多数是饲料里出了问题。我的饲料用的都是最好的，我亲手配的，一直都是这么吃的。说着，三宝就带汤兽医看了自己的饲料。汤兽医一验，结果是玉米里被下了药，还是慢性药，吃1回2回看不出来，要吃上5、6回才会慢慢并发。幸好发现的早，不然再吃上3天，这3万只鹌鹑就一命呜呼了。三宝给了汤兽医10元出诊费，让汤兽医先不要声张这事。接着三宝一查登记本，玉米是王有良送来。哼，特么的，王有良，一而再再而三，你找死！三宝这回是真的怒了。第二天，各个粮站送粗粮来，以往三宝都是让他们直接装入粮仓，今天三宝一个一个检查过去。汤兽医昨天给他留下了一套检验设备，大排村、尼玛村的菜籽饼和麦麸都没问题。轮到蛤蟆村粮站送来的玉米了，三宝打开其中一个麻袋，抓了一把玉米放进试管中，又滴入药剂一摇，果然颜色不对，玉米有毒。三宝怒视着唐火根，唐火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了三宝？怎么了？玉米有毒。唐火根一听吓得腿都软了。怎么会呢？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只是负责送过来，不关我的事啊。不关你的事是吧？哼，马汉，去把村长和村里的治安小队叫来。好嘞。重生80年，我靠养鹌鹑日入过万，本以为好日子即将到来，没想到却是噩梦的开始。鹌鹑吃的饲料里竟被人下了毒，于是我叫来了村长和村治安小队。三宝，一大清早的什么事啊？这么急？村长，有人在鹌鹑吃的饲料里下毒。谁这么大胆子？到底怎么回事？于是三宝就把鹌鹑中毒的过程前前后后讲了一遍。鹌鹑吃的玉米有毒，这凡事得讲究证据，快去把汤兽医请来。汤兽医一来，用没毒的玉米和有毒的玉米分别做了化验。吴有田一看，眼前的玉米果然有毒。三宝，这有毒的玉米真是王有良送来的。那还有假？送玉米的人都还在这儿呢。说着，三宝一指旁边像霜打的茄子一样的糖火根。哼，这王有良真是越来越过分了，这么搞和谋财害命有什么区别？大伙都看见了，有毒的玉米是唐火根送来的，但唐火根没这个胆子，肯定是听了王有良的命令。对，村长讲了对，我就是负责运送，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把我放了吧。
村长，投毒这事儿太大，恐怕超过了村里治安小队的权限范围，这搞不好是要吃官司的。你说的对，小谢，这事儿要往上报，你是治安队长，这事儿由你全程跟进。那我现在就去派出所报案，就怕。吴有田知道谢全家想说什么，他怕王有良和他的大官哥哥报复。吴有田脖子一梗，怕什么？他今天敢给鹌鹑下毒，明天就敢给人下毒，防患于未然，要把这种害人的心思扼杀在摇篮里，要不然怎么保证村民们的安全？我们现在有人证又有物证，怕他个瞧！对，村长说的对，我这就去报案。谢全家走后，吴有田意味深长地看了三宝一眼。毕竟鹌鹑养殖场他的儿子吴用心也有2成股份。吴有田的意思是告诉他，这次他一定会帮忙把王有良扳倒。这边派出所接到报案，一听是心里想鹌鹑养殖场的事，于是立马出警，10分钟就来到了现场。在鹌鹑场一番调查后，发现三宝他们说的属实无误。接着警车就开去了蛤蟆村粮站。此刻王有良正在粮仓给检察员们开大会，说的正激动时，突然咔嚓一声，一副银手镯靠在了他手上。王有良，你涉嫌给鹌鹑养殖场投毒，现正式逮捕你，你有权保持沉默。王有良此时懵了个嘚儿，警察同志，你们误会了吧？我什么都没干啊！这次这事还真不是他干的，是他的大孝子王力宏干的。原来王力宏自从上次三宝带人把他们家砸了，他就对三宝恨上加恨，简直恨入骨髓。可悲自己没什么本事，更没有像三宝一样有一帮愿意为他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可是这口气他实在咽不下，思来想去，明着斗不过那就来暗的，于是就在鹌鹑吃的玉米里下了毒。看到他爸此刻要被派出所带走，王力宏吓得面无人色，舌头都僵掉了。你们干什么？没有证据，怎么可以随便乱抓人？我爸没有做过这样的事。现在证据俱全，就算不是他干的，也是粮站上的人干的。他作为站长，我们要带回去调查审问。你再啰嗦，把你一并带走。王力宏双目惊恐看着他爸。王有良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了端倪，自己生的儿子自己清楚，虽然是个1.8米的大小伙子，可是胆子比蚂蚁还要小。记得小时候挨了。这小子暗地里就将洗衣粉倒进了王有良喝的粥里，喝的王有良当时口吐白沫。这种偷偷下毒的事情倒是挺符合自己儿子的做事方式。王有良半张着嘴，死死盯着王力宏眼睛。你……王力宏紧抿着嘴，轻轻点了个头。王有良都明白了。窝囊呀！在王力宏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王有良被带走了。接下来的1个月，王有良家像死人了一样，他的老伴史真香天还没亮就开始哭，而且是坐在院子里认认真真的哭，把他们家前后左右的人家一家家哭醒。王力宏则是每天去县城，去找他在县城做大官的大伯王有炳。王有炳县长秘书，是县长面前的红人，这几年混得不错，但这个人城府颇深，八面玲珑。这一次自己亲弟弟出事儿，着实把他吓了一跳。要知道自从20年前他把亲弟弟送上粮站站长这个位置，他弟弟可谓是顺风顺水，想不到老了居然栽了，还是栽在一个叫三宝的二溜子身上，这让王有炳怎么想得通？可奇怪的是，派出所的方所长明明和他私下相交甚好，这回他又是送钱送物，又是上门赔笑脸，不知怎么搞的。方所长表面上一句一个好的没问题，可就是压着不放人，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一转眼都拖了1个月了，王有良还在局子里关着呢，这把王有炳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可是也有碍方所长权力不小，他作为县长秘书和他是平级，不好用命令式的强硬口气，只能一次又一次的送礼堆笑脸。他哪知道三宝早就跟方所长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王有良能关多久就关多久，最好能把他判刑。要是一般人，方所长早就把他扔到牢里去了。可方所长也知道王有良和王有炳的关系，他两面都不想得罪，所以只好就这么拖着。就这么过了1个月，史真香喉咙哭哑了，整个人瘦了10多斤。王力宏2条腿也跑细了，天天降压药不断。而三宝这边可顺利了，这1个月里，三宝身价暴涨，先是用了汤寿医的药，把3万只鹌鹑都治好了，而且鹌鹑也开始产蛋了。由于鹌鹑是每隔15个小时就能下一个蛋，所以每天能收获3万个蛋左右。于是三宝专门找来一间房做了御厨室，三宝的御厨室里有12万枚鹌鹑蛋，他要将这12万枚鹌鹑蛋孵化成小鹌鹑来卖，每只1毛2分钱，一笔生意做成，那就是上万的收入。剩下的鹌鹑蛋，三宝卤成5箱鹌鹑蛋，让大威天龙他们在小凉亭里卖，卖了没几天，就有不少人打听哪里可以买到生鹌鹑蛋，一窝蜂的上门求购。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只要把东西做出来，完全不愁卖。每天上门来收购鹌鹑蛋的人，天不亮就在心里想鹌鹑养殖场排队，简直供不应求。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茶叶蛋和鹌鹑蛋双向收益，三宝手上就有了4000块钱。他去邮局把4000块钱汇给了老金，三宝信心满满，卷起袖子准备好好大干一场，像老金一样，好好再建造几间养殖场。忽然有一天，王有良回来了。
村里的恶霸给人下毒被抓，村民们本以为他会被判个1-2年，没想到关了1个月就被放出来了。王有良之所以能这么快出狱，全都仰仗他在县里当官的哥哥。但王有良回到家，第一件事不管其他，而是看家里就他出来花了多少钱。一看吓一跳，原本5000元的家，现在只剩2300元。李三宝，此仇不报，我王有良不姓王。哼！儿子王力宏站在一旁，听到父亲的话，又想起他当官的大伯对他说的话。大侄子啊，你爸挺能的一个人，这回怎么干出这么蠢的事儿？把毒药下在粮食里，那粮食谁送来的？不是一查一个准吗？鹌鹑除了吃粮不还得喝水吗？把毒药下在水井里，谁知道是谁下的药？哦，王力宏听在耳里，记在心里。现在又听爸爸说此仇不报不姓王，于是在心里又做了一个决定，在水井里下毒。他认为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最安全的时候。他们家和三宝刚刚有过矛盾，谁也想不到他会在他爸爸被放出来的第2天去下毒。打定主意，王力宏这次决定破釜沉舟，不再用慢性药，而是用敌虫镜。吃完晚饭，王力宏早早就睡了。凌晨3点30分，他怀里藏着敌虫镜，蹑手蹑脚就出了门。鹌鹑养殖场旁边有口大井，他早就观察过了。赵秀儿每次都是在这口井里打水给鹌鹑吃。王力宏确定四下无人后，悄悄上前，迅速拿出敌虫镜，咕咚咕咚全都倒进了井里。干完后，嗖的一下消失在黑暗中。他一路飞奔回家，躺在床上，心里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感觉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绝对不会有人看到，就等着明天早上养殖场传来噩耗。而他不知，黑暗中有一双眼睛看到了他作案的全过程，是吴用心的眼睛。吴用心自从成了鹌鹑养殖场2成暗股的股东，一直激动不已，可是又有碍于他是村长儿子的身份，不能让人家看出端倪，所以不敢在白天经常去养鹌鹑养殖场，而是每次凌晨4、5点钟的时候，去他的鹌鹑养殖场兜兜看看。这一天，吴用心和往常一样走到养殖场时，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左看看右看看，一看就是一副要做坏事的样子。吴用心赶紧躲在暗处，偷偷注视着他，一眼就认出来这人是王力宏。见王力宏从怀中拿出一个瓶子，又将瓶子中的水倒在井里，吴用心惊得连忙捂住自己的嘴巴，心想这王力宏真是和他老子一个德行，一天天的就想给人家下毒。等王力宏走后，吴用心上前往井里看了一眼，思量了1分钟，到底该怎么办。最后他决定去找三宝。他一路快跑到了三宝家，刚要敲门，就听到屋里传出说话声：再一次。三宝，我要上班去了，10几分钟你也不开心，等晚上吧。一次就好。吴用心也没在意三宝和海燕的对话，而是直接敲了敲门。这一敲倒是把屋里的三宝和海燕娜吓了一跳。凌晨4点多，谁会来敲门啊？谁啊？用心。用心一定有什么事儿，不然不可能这个时候来敲门。燕娜，你躺着，我去看看。三宝立刻一咕噜起来去开门。什么事？用心。宝哥，我看到王力宏在水井里下毒。什么？三宝不敢相信，这一家人要么真的是胆子比天还大，要么就是脑子有毛病。人家说吃一堑长一智，他们上次吃了这么大的亏，王有良这人才刚刚放出来，又来搞事情。吴用心把刚才看到的事儿对三宝描述了一遍。三宝想了想，你等会儿，我进去给你嫂子说一声，然后咱们去找汤兽医。三宝来到卧室，海燕娜急切开口：三宝，到底什么事儿啊？没事，一点小事儿，我去处理一下。燕娜，你再睡会儿。见海燕娜还是一脸担忧的样子，三宝上前捧住她的小脸，在她额头亲了一下。放心吧，我的小心肝，你男人能处理好这些小事的。那你万事小心，不要打架呀。放心吧。三宝和吴用心2个人出了门，先到水井那里打了1桶水，拿瓶子装了1瓶，接着去了汤兽医家。汤兽医今天值早班，此时刚刚起床，见到三宝前来，知道肯定有事发生。三宝拿出瓶子让汤兽医化验，汤兽医用药水一化验，果然水里有毒。李老板，水里有敌虫镜，因为被稀释过了，所以人喝了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鹌鹑身体小，这些药量足够让他们毙命。幸好你发现得早，要是鹌鹑喝了这些水，恐怕神仙也难救。宝哥，你笑什么？商业竞争前世见得多了，不过没想到在民风淳朴的乡下，有些歹人的歹心思真是恶毒到没边了。这姓王的一家人竟然3番5次下毒，用心，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三宝哥，我们这次一定要好好治治王力宏这王八蛋。上次把他老爹弄进去，以为至少能关个1年2年，想不到他们家还真是手眼通天，拘留了1个多月就放出来了。既然如此，咱们这一回就让他再破点财吧。三宝把他的计划叽里呱啦说了一遍，咱们就将计就计，急中生计，还他一计。计划完美，宝哥就这么办。早上8点，养殖场里传出一阵喧嚣。
姐姐，姐姐你怎么了？来人呐，我姐姐中毒了！附近的村民们听到声音，立刻跑到养殖场，看到赵秀儿脸色煞白，浑身僵硬，口吐白沫，十分吓人。赵虎和三宝在旁边急得满头大汗，手忙脚乱。我姐姐今天早上还好好的，她到这里来上班，只不过喝了2口水，就突然这样了。哎呀，这好像是农药中毒啊！快点打120啊！快点抢救啊！再拖下去，小妮子的命就要没了。赵虎的爸妈闻讯赶来，一看到女儿成了这副样子，立刻哭天喊地：是哪个人把我女儿弄成这样的？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一转眼就只剩半条命了？快点打电话报警叫救护车呀！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三宝赶紧跑到村支部给医院打电话，村支部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三宝把事情大概讲了一遍，把村支部的人吓了一跳。这还得了？村里有人吃农药自杀，他们做村干部的都是要负责任的，吓得所有的村干部立刻到了鹌鹑养殖场。不一会儿的功夫，全村没上班的人几乎都围到了鹌鹑养殖场，除了王有良一家人。王有良昨天才放出来，整个人体虚力弱，只想躺平，外面发生什么事他都不想管。而王力宏正好相反，自从天亮后，他就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鹌鹑养殖场。8点的时候看到那里突然围过去一群人，所有人都着急忙慌。王力宏心里飘过一阵得意，计划成功，鹌鹑全死了。李三宝，我要让你知道王力宏也不是吃素的。随着围过去看的人越来越多，王力宏心里感觉有点不对劲。后来又见到赵虎他爸妈跟哭丧一样在那边嘶吼，他更加想不明白，三宝死鹌鹑，赵虎他爸妈干嘛伤心成这样？王力宏双脚不自觉地来到养殖场，想一探究竟。还没围进去，村民们的嘴巴就已经把消息传到他耳朵里。当他听到赵秀喝了井里的水，现在只剩半条命，王力宏头上像炸雷一样，正在当场。我只想毒死鹌鹑，可从来没有想过要毒死人，这该怎么办？我的死对头为了毒死我的3万只鹌鹑，第一次在鹌鹑吃的饲料里下毒不成，现在又在鹌鹑喝的水里下毒。没想到厂里员工赵秀却意外喝了他下毒的井水，现在命悬一线，敢伤害我的员工，且看我怎么对付他。不一会，救护车就来到了现场，赵秀被抬上车。临上车前，我对大威大声说道：秀是喝水之后这样的，快打1桶水来，我带到医院去化验。另外，这口井里的水大家千万碰不得，水应该是有毒的。大威立刻打了1桶水，放在救护车上。车子出了村，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停下。开车的是汤兽医，汤兽医摘下口罩，我们4个人在车子里哈哈笑了起来。赵虎赶紧帮姐姐把嘴巴里的牙膏沫擦掉。看来做演员也没什么难的嘛，看我演的多像。你演的是不错，不过我觉得你爸妈的演技更到位，特别是你妈，哭的那叫一个鬼哭狼嚎，我都差点信了。汤兽医拿出早已开好的一张医院证明递给三宝，农药中毒，生命垂危。干得不错，这下够王力宏喝一壶的了，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再干坏事。其实医院证明和救护车都是汤兽医找医院的医生借来的。大家在车子里说笑了1个小时，然后开始按计划分头行事。赵虎和姐姐去看看电影，汤兽医去还救护车，三宝赶回村。三宝回到养殖场一看，村民们一个都没走，一见三宝回来了，立刻围上前。三宝，秀怎么样？三宝，秀么死吧？三宝又气愤又激动地掏出医院开的证明给大伙看，农药中毒，生命垂危。赵虎他妈看了当场晕厥，幸好热心村民掐了他人中，这才醒了过来。秀他妈，你不要激动，自己身体要紧，现在医学发达，肯定能走得活的。我不活了，不活了，秀要是有什么事儿，我就不活了。医生验过了，就是这水井里的水有毒。村民们听了这话，个个都难以置信，这水井可是他们常用的，有时给地里给庄稼浇水，口渴了也会喝上2口。要是这水有毒的话，那岂不是人人都有生命危险？特么的，是哪个缺德的在井水里下的毒？在井水里下毒，断子绝孙。人群中不知道谁吼了一嗓子，说不定又是王有良家干的。有道路，上次他们就在玉米里下毒，被抓了个现行。这回他们学聪明了，在水里下毒，查不到自己头上。对，没错，肯定是他们家。这一家人从来就见不得人家好。走，去找他们算账。村民们拿起锄头棍棒，浩浩荡荡往王有良家冲去。三宝看着这幅场面甚是满意，拖的作用真是大，干什么事都得有个拖，才能把大伙的思路往正确的方向上指引。王力宏在后窗看到了100多号人拿着锄头棍棒朝自己家跑来，吓得双腿发软，舌头发僵。王有良躺在床上也听到了动静。力宏他妈，外面发生什么事了？这么吵？不知道啊，他爸好像是冲着咱们家方向来的。话音刚落，他们家院门被大卫一脚大力踹开。王有良赶紧一咕噜起床出了房门，只见自己家院子里站满了村民。王有良顿时腿有些软，他在里面吃了1个多月的苦，身体和精神受到双重打击。回到家才1天，就见到这样的场面。
你们干什么？都到我家里来干什么？王有良，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上次在玉米里下毒，这次在水井里下毒。赵秀喝了井里的水，口吐白沫，120送去抢救，说有生命危险。王有良一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后退了3步。你别胡说八道，你这是诬陷，没有证据的事情，我告你诽谤。上一次下毒，你也说我们是诬陷，最后怎么样？还不是证据确凿？要不然派出所能关你1个多月吗？村民立刻七嘴八舌。没错，上次玉米下毒那件事情肯定是他们家干的，要不然早就放出来了。对呀，这要是一般人，说不定早就进监牢了。不知道他们家通了多少关系才弄出来。就是花那么多钱，通那么多关系，都要关1个多月，可见这件事情肯定是千真万确的。那还用说吗？按照这人得理不饶人的脾气，要是假的，他早就满村宣扬了。现在闭紧嘴巴，大门不出，这就等于是默认了。王有良回头看看儿子，再看看老伴，两个人早就抖得不成人样。李三宝，你血口喷人，你没有证据。你要证据很简单，医生说了，井里面下的是敌虫镜，大伙搜一搜，他们家有没有这个瓶子？对，搜一搜就知道了。你们敢搜查是要有搜查令的，随意搜查人家家里这是犯法的。犯法？你在水井里下毒就不犯法了吗？乡亲们好好搜一搜他们家，找出敌虫镜的瓶子。顿时所有人一窝蜂的涌进王有良家，家里哪都是人，连狗窝都被人捅开了找。三宝，你个王八蛋！我王有良和你没完！今天这件事情我一定会上报到上面。你私闯民宅没有搜查令，怂恿村民搜我家，我一定会告你，把你告得倾家荡产。哼，谁倾家荡产还不一定呢。大伙搜了10几分钟，突然马汉在王力宏的床底下找出一个红色的瓶子，上面正是写着敌虫镜。找到了，找到瓶子了！村民们一窝蜂围过去，一看果然是敌虫镜的瓶子。在王力宏床底下找到的，一定是这小子要给他爸报仇才在井里下的毒，完事后又把瓶子藏在了床底下。村民们这下通通义愤填膺。王有良，你这是谋杀呀！在公共的水井里下毒，是想把我们全村人都毒死啊！老王八蛋生的小王八蛋心眼怎么这么坏？平时看着斯斯文文的，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一家人都坏透了。把他送到公安局去，这种事情一定要报官，好好让他吃个10年官司。什么10年？现在就在医院抢救，要是没抢救过来，那就是杀人，这是要抵命的，直接枪毙。对，枪毙。王有良看到这个农药瓶，惊得顿时整个人像一块石头，瞪大着眼睛看看儿子王力宏。我没有干这个事哦。你没有？那这个瓶子怎么会在你的床底下？我不知道。王力宏拼命摇着头，似乎精神都有些不正常了。是你下的毒对不对？不是。那就是你爸爸让你下的毒对不对？没有，我爸爸没有。那是谁让你下的毒？是没有人。那你床底下为什么会有一个空的农药瓶？说是不是你下的毒？三宝声音震耳欲聋，把王力宏和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我那个瓶子是绿色的，这个是红色的，这不是我的瓶子。瓶子上说了，人吃了不会有事，赵秀怎么会中毒？王力宏，你还说你没有下毒？王力宏发现自己说漏嘴了，整个人瞬间失魂落魄，心里一片死灰。他知道他完了，他又干了一件蠢事。儿子给人下毒，父亲怕影响儿子前途，于是就瞒天过海去替儿子顶罪。这被关了1年才放出来，没想到儿子又给他惹出了事。儿子王力宏为了再次毒死李三宝的3万只鹌鹑，竟在鹌鹑喝水的井里下毒。事发后还死不承认，却被村民在家里找到了下毒的瓶子。王力宏，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这不是我的瓶子，我那个是绿色的，这个是红色的。王力宏，你还敢说你没下毒？王力宏发现自己说漏了嘴，半张着嘴，整个人瞬间失魂落魄。他知道他完了，他又干了一件蠢事。王有良听到此话，手捂着心脏，止不住的大喘气，眼睛里似乎要冒出火来。村民们听到后更是像炸开的锅一样。天啊，咱们村落出了这样一个人渣败类，一天天的竟想给人下毒，这让我们怎么敢安心生活？是啊，以后井里的水都不敢喝了，粮站上的粮食也不敢买了。这样的人在村里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都能要了我们的命。这种人一定要关到监牢里面去，让国家去改造。对，一定要报警。打他！上次王力宏为了报复三宝，就在鹌鹑吃的玉米里下毒。王有良为了儿子的前程，替儿子去顶罪。这一次当着100多个村民的面，所有人都知道水井下毒是他儿子干的了。要是派出所来人，肯定会把儿子抓进去，就算不枪毙也要关一辈子。一想到这里，王有良就心脏疼得厉害，他死死地盯着儿子那张惊恐的脸。造孽！
我现在就去给派出所打电话。王有良回过神来，他要做最后的争取。等等，你还有什么话说？王有良此时没了嚣张，带着恳求说道：只要不报警，我任何条件都愿意答应。喝水中毒的是赵秀，这是得看赵秀爸妈的意见。说着，三宝去一边和赵虎爸妈商量了一番。好，王有良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王有良一听有2个选择，顿时看到了一线生机。什么选择？第一，我报警。这一次事情这么严重，你儿子是主犯，你是教唆犯，肯定能让你和你儿子牢底坐穿。第二，赔钱2500块，不管赵秀儿是死是活，2500块了事，你自己选吧。王有良苦笑一声，低垂着头。我选第2条路。事已至此，他别无选择。就算倾家荡产卖房卖地住桥洞，他也不能让儿子去坐牢。家里只有2300块，剩下的我拿粮食来抵行不行？行，不过你得给我立个字据，我付了钱，赵秀是死是活，和我们家没有半点关系。王有良此时虽然心慌意乱，可他还是想到了这一层，万一赵秀死了，他们又来闹让他儿子偿命，他可再也没有能力处理了。好，立字据。立完字据，王有良把2300元交给三宝，接着又让人去了粮仓搬粮食。看着事情已经解决，村民们也纷纷离开了。等村民们都走了后，又只剩下这一家3口。王有良看着早就吓破胆的儿子，力宏啊，你就是个坑爹的玩意，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坑爹了？王有良家从半个万元户到现在穷光蛋一个，至此以后，他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再没有精气神和三宝对着干。他知道三宝今非昔比，自己要想把他扳倒，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君子报仇10年不晚。王有良心里再下一盘更大的棋。这边三宝将2300元都给了赵虎家，赵虎家原本就穷，现在有粮又有钱，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小康家庭。赵虎他妈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其实这一切都是三宝布的局。三宝得知王力宏在水井里下毒，早就悄悄来赵虎他们家，把他的计划说过了。是，咱们让秀装死，你就负责哭，哭得越伤心越大声越好，别的事就交给我，我们来好好给他演一出戏。赵虎妈想不到这出戏的片酬这么高，一下子让他们家翻了身。晚上，赵虎和他姐姐看完录像，又在外面吃了饭，这才慢悠悠回到了村。村民们看到赵秀回来，关切的询问：秀，你没事吧？婶别提了，去鬼门关走了一圈，还好我福大命大，医生给我洗了胃，就是肚子还有点疼，头也有点晕，浑身不得劲。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快回家歇着吧。自此以后，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三宝的鹌鹑厂有条不紊地运营着，每天收益稳定，妥妥的万元户，村里的小首富。嫣娜，外面这么冷，你怎么不围围巾？我不是给你买了一条羊毛围巾吗？我不冷。什么不冷？过来，我给你围上。东西买了就要用，你把围巾放在家里，围巾冷着，你自己也冷着，多不合算呀。三宝把围巾在海燕娜脖子上缠了2圈。你看这样多好，围巾暖了你也暖了，是不是？三宝，你真会说话。三宝又在海燕娜脸颊上亲了一口，这叫早安吻。海燕娜红着小脸上班去了。自从上次半夜的事情后，海燕每次路过村口的时候，都要左看右看，仔细观察有没有王力宏的身影。幸好自此以后，王力宏再也没有出现过，海燕才稍微放心一些。其实王力宏一天都没有停止过看海燕，但他怕海燕娜尴尬，所以买了一只单筒望远镜，站得老远看，在望远镜中他能更清晰地看到海燕娜的样子。有时他觉得这样做确实有些变态，可他控制不住自己内心，就是想要这么做。要是一天都没有看到海燕娜一眼，他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海燕娜到了纺织厂，一群人正围着美宝莲七嘴八舌。哇哦，梅姐，你这条围巾好柔软啊，好漂亮。是呀，梅姐这条围巾羊毛的吧？纯羊毛，一根别的毛都没掺，每一根都是羊毛。天啦，梅姐这根围巾得好多钱吧？美宝莲假装无所谓道：嗨，我也不知道多少钱，我们家那死鬼买的，估计3个月工资吧。天呐，梅姐，花3个月的工资买一条围巾，一般人谁敢呢？梅姐，你真是太幸福了，像这样纯羊毛的围巾颜色又这么正，我敢说全场就你有。美宝莲刚要再嘚瑟几句，抬头一瞧，脸色顿时变了。海燕娜脖子里围着一条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大红色羊毛围巾。哟呵，打他！老公花3个月工资给妻子买了一条围巾，没想到去上班竟和厂里恶霸的一模一样。海燕娜看见对方脖子上的围巾，她装作没看见，低着头从美宝莲身边快速走过。其他女工看到海燕脖子上的围巾，一个个也张口结舌，接着便开始接耳小声议论：海燕娜怎么也有？好像和梅姐的围巾是一模一样的。是啊，看上去真的一模一样。她不是每个月都入不敷出吗？哪来的钱买围巾？谁知道呢？没钱买就偷呗，要不就是野男人送的。肯定是，总不见得是他男人给他买的，他男人给野鸡买，也不可能给他买。可是我听说他男人好像在村
村里养什么鸟？美宝莲对海燕又恼又恨，这次一定要让她下不来台。养鸟，自古以来这都是游手好闲的人玩的玩意儿，手上提6个鸟笼到处闲逛。好像不是那种鸟，是可以吃的那种，还挺多的呢。狗改不了吃屎，就他男人那副二流子样能干成什么事儿？美宝莲心里有气不发不行，走过去一把扯住海燕娜的围巾。你这个狐精，说这条围巾是不是哪个野男人送你的？这种有伤风化的东西不准带到厂里来。哼！海燕娜被围巾掐住了脖子，难受的说道：“你放手，这是我自己买的。”美宝莲扯得更用力了。自己买的，你能买得起羊毛围巾？笑死我了！老实交代，就你这种狐精，哪里配戴羊毛围巾？给我摘下来！女人最见不得别人和自己撞衫，特别是一个长相、身材各方面都在自己之上的女人。这条羊毛围巾戴在美宝莲的脖子上，就起个保暖的作用；可戴到海燕娜的脖子上，把她整张脸衬托得又白又红，美丽极了。美宝莲心里抓狂，出风头出到一半被人截胡。其实她这条围巾根本就不是她男人给她买的，她男人在火车站扫垃圾，哪能买得起这么昂贵的羊毛围巾？而是自己攒了好久的钱，一咬牙一跺脚买的。可她要面子，对外都说是她死鬼男人送的。海燕娜不想多惹是非，将围巾摘下放在布袋里，一句话不说继续干活。美宝莲和裘招娣他们心里还是愤愤不平，唧唧歪歪还在骂。海燕娜只管做手上的活，对他们的骂声熟视无睹。就在这时，陈厂长走了过来。干嘛呢？干嘛呢？上工时间到了，在这磨洋工呢？厂里的效益一天比一天差，不着急的吗？一天天的只会混日子，赶紧干活去！哼！美宝莲骂骂咧咧回到工位上。时间一晃到了下班时间，海燕到厂门口刚准备要走，突然厂门一关，陈厂长怒冲冲地说道：“都先别走，厂里丢东西了。”丢什么啦？丢了20块蚕丝手帕。蚕丝手帕是厂里的新产品，价格非常昂贵，全厂就20块样品。刚才去高档品仓库没找到，是不是你们谁给拿了？众人开始纷纷议论，竟然有人偷蚕丝手帕，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听说这手帕要3块钱1块来。那都是有钱人用的，像我们只能用粗布手帕。都给我闭嘴！谁要是拿了，就老老实实给我交出来，不然的话，等会儿搜身搜出来，我可绝对不会轻饶。众人纷纷摇头，我可没拿，我哪有这个狗蛋呀，吓死人了！我不是偷吗？没拿，我也没拿。陈厂长不耐烦了，好，既然你们不承认，那就搜身搜包，每个人都把包放在地上。裘盼娣、裘招娣、裘绝娣，你们3个过来。陈厂长摸了这3个人的口袋，确定没有东西。好，你们3个没有，其他人你们去搜。这3个人转身开始搜女工们的身，衣服口袋、裤子口袋，甚至连鞋子都要脱掉了检查。美宝莲在一旁默默的阴笑一声，心里暗自得意：小狐狸精，老娘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果然，裘招娣搜到海燕娜，打开海燕娜的布袋，里面是那条羊毛围巾。抖开围巾，从围巾中掉出一团银白色的东西。裘招娣捡起一看，果然是蚕丝手帕，正好20条。陈厂长，手帕找到了。陈厂长上前一看，果然是蚕丝手帕。再一看，东西是从海燕娜包里翻出来的。海燕娜，你胆子不小，竟然敢偷厂里的东西！美宝莲在一旁煽风点火，偷东西算什么？人家连人都敢偷。陈厂长一手攥着蚕丝手帕，一手指着海燕娜的鼻子。海燕，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偷窃财物要吃官司的。海燕娜惊慌无比，她实在想不通，这20块蚕丝手帕怎么会到自己的围巾里去？她自从早上把围巾放在袋子以后，就再也没有去动过。陈厂长，我没偷东西，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美宝莲阴阳怪气道：从来没偷过，怎么了？凡事不都有个第一次吗？以前厂里没有值钱的东西，你看不上眼。这20块蚕丝手帕可值老鼻子钱了，要是拿出去私底下卖给人家，至少能卖3块钱1块。这20块蚕丝手帕能抵你2个月工资呢。陈厂长，我没有偷，我真的没有偷，请你相信我。哼，人赃俱获，我怎么相信你？今天偷手帕，说不定明天就要偷钱了，这可不是小事啊！厂长，你绝不能姑息。你看看他这条羊毛围巾，大街上有几个人戴得起？他没点收入，哪里佩戴这种围巾？要是没有点第3只手的手艺，谁相信啊？女工们又开始议论纷纷。按说海燕娜平时看着挺老实的，怎么去做这种扒手的事？人都是被逼的嘛，说不定是他们家男人指使的。他们家男人不是在养鸟赚钱吗？做生意哪有这么容易？养鸟要投资的，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钱，搞不好就是让他老婆来厂里偷东西变卖。有道理，还有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美宝莲得意道：陈厂长，我看这事得报警，让警察来处理这种小偷。陈厂长看了美宝莲一眼，这2个人一搭一档演得极好。
今天中午，梅宝莲快速吃完饭，就去了陈厂长办公室，把自己邪恶的计划跟陈厂长一说。陈厂长一开始不同意，但经过梅宝莲各种瑜伽锻炼后，陈厂长果断答应。厂长，厂里新来的杨乐多，我看长得也挺标致的，你要是喜欢，我就给你动员动员。一听这话，陈厂长顿时心花怒放，一拍桌子，就按你说的办。梅宝莲转身就把20块蚕丝手帕裹进了海燕娜的围巾里。嫉妒心是魔鬼，女人的嫉妒心是魔鬼，她祖宗为了把海燕娜弄走，梅宝莲连栽赃陷害的事都做出来了。此时的海燕娜惊慌道：陈厂长，请你不要报警。这么说，你承认你偷东西了？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怎么承认？没有做过，那为什么手帕在你的布袋子里？难道他自己长脚跑进去了不成？我不知道，总之我没有偷。哼。等警察来了就知道了。招娣，去给派出所打电话，说帮微纺织厂遭窃了。好嘞，梅姐。不一会儿，派出所来了3个警察，笔挺的制服，一个拿着记录本，一个拿着公文包，还有一个带头走在前面。帮微纺织厂有人报警是吗？是的，警察同志，是我们这边报的警，我们这边抓到了一个小偷。好，说一下经过。于是陈厂长就绘声绘色的把整个失窃过程一五一十说完，最后指着低着头小声哭泣的海燕娜说道：就是在这个女工包里找到的赃物。带头的警察顺着手指方向看过去，海燕娜当时低着头，那警察看不清她的脸。你把头抬起来，陈厂长说的属实吗？是不是你偷的？海燕娜抬起头，还没开口说话，把带头的警察吓了一跳，心里面咯噔一下。哎呀，这不是李领导的老婆吗？这事该怎么处理？漂亮女人花3个月工资买了一条围巾，没想到竟和厂里恶霸的一模一样。俗话说，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看着围巾围在海燕脖子上那么漂亮，梅宝莲就心生嫉妒，一肚子怒火。她发誓一定要整一整海燕。临下班，厂里丢了20双手帕，梅宝莲一口咬定就是海燕偷的，还特意报了警。看到警察，海燕一脸惊慌。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偷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手帕会到我的包里。带头警察看到海燕吓了一跳，这不是李领导的老婆吗？上次在王友良家见过。警察同志，你可别相信他说的话，这个人说谎成性，偷厂里的东西已经不是1回2回了。之前厂长见他是初犯，所以宽宏大量没有报案，想不到他变本加厉，这次绝不能姑息。带头的警察看了梅宝莲一眼，哼。我问你话了吗？梅宝莲心里一怔，只好悻悻地闭上嘴巴。陈厂长是吧？你说这个女工偷了手帕？对，没错。好，法律上讲究证据，你说她偷了东西，那你就拿出证据来。证据就是这些蚕丝手帕是从她的袋子里找出来的，这个大伙都看到了。这算什么证据？东西在谁那里，谁就是小偷。那我现在放在你兜里，难道你就是小偷了吗？带头的警察说着，把手帕塞到陈厂长上衣口袋里，吓得陈厂长立刻从口袋里拿出手帕。这个，我来问你，这个手帕原本是在哪里的？在高档品仓库。进这个高档品仓库需不需要登记？需要的。把登记本拿来。立刻有人将登记本拿了过来。带头的警察翻开一看，今天一共有6个人进过高档品仓库，没有这个叫海燕娜的名字。梅宝莲心里一惊，哎呀，怎么忘了这一茬？于是斜着眼阴阳怪气地说了句：警察同志，说不定他没登记，是偷溜进去的。怎么又是你？你怎么那么爱插话？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梅宝莲。梅宝莲，这上面倒是有你的名字。你今天进过高档品仓库，我看你是嫌疑人之一。我进去是拿线团。你说他是偷溜进去的，那么有谁看到他偷溜进去了？有目击证人吗？有的话站出来。全场一片安静，女工们本来胆子就小，再加上带头的警察气势汹汹，吓得每一个人都不敢说话。等了半分钟，带头的警察说道：陈厂长，东西在高档品仓库，你说的这个小偷今天就没有进过高档品仓库，也没有人见到他进去过，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偷的？海燕娜原本看到警察来了，心里慌得想死。要是他被带到警察局，哪怕最后还他清白了，传出去的风言风语也会说他因为偷东西进了局子。但是想不到来的警察同志竟然这么聪明睿智，随口问了几个问题，就让陈厂长和梅宝莲他们哑口无言。海燕娜不禁感激地看了警察同志一眼，这是老天爷给我立功的机会。那天就看得出来，李领导很爱他老婆。我要是帮他老婆解了围，下次李领导无意中知道了，肯定会感激我。不光是解围还不够，机会难得，一定要把事做到位。他瞄了一眼海燕娜的手指头，上面缠满了胶带。有了。陈厂长此时脑袋发懵，他没有想到派出所来的这个警察竟然这么厉害，像个神探一样。
三言两语就把他和美宝莲的鬼把戏给戳穿了。可是警察同志，这东西在他包里找出来，这是事实啊！这又不是击鼓传花，东西在谁手里谁就要承担责任。像这种栽赃陷害的案子，我们所里每年都要碰到几百起。你作为一个厂长，连这些最起码的小套路都看不懂吗？有句话叫贼喊捉贼。我看那个女工从我们一进来到现在都很激动，一副想要让我们把海燕娜带走的样子。我看她倒是很可疑。说着一指美宝莲，这可把美宝莲吓得不轻，后背激出了一身汗。不是，我不是贼，我这个人就这样。我现在开始闭嘴。陈厂长也连忙拼命摇手辩解。没有，我们没有栽赃陷害，这是个误会，一个误会，小误会。误会？我看也不一定。说着走到海燕娜身边。海燕娜，你把手抬起来我看看。海燕娜不知道警察要做什么，害怕的抬起手，摊开手掌。美宝莲，你也把手摊开我看看。美宝莲不知道这警察葫芦里卖什么药，把手一摊。陈厂长，你过来，我问你啊，一样是你工厂里的女工，为什么这个人的手挺健康，而她的手指头上缠满了胶带，手指上都是伤痕？海燕娜负责纺纱，纱又细又韧，非常容易划伤手指。她每次上工之前都会拿胶带缠在10个手指头上。陈厂长一听这话，更加慌张了。这个我不知道，我作为厂长，主要负责生产和工厂管理，这种小事我一般不会过问。小事？陈厂长，你说这是小事？你知不知道法律上有一条叫做虐待员工罪？你看看别的女工，她们的手上最多就是些老茧，但是像这样手上都是裂痕的，全厂就她一个。我看你这件事情性质很恶劣啊！陈厂长顿时脸色煞白，急得要跳脚了。没有，我怎么会去虐待员工呢？没有的事。事实就在眼前，你给我解释解释。陈厂长，你在我们这里是有案底的，是不是？你看人家长得漂亮，所以你老毛病又犯了，人家不理睬你，你就处处为难人家，把最脏最累的活让他一个人干，现在又想要栽赃陷害人家。带头的民警也只是猜测，想不到句句说中了靶心，吓得陈厂长双腿一软，差点要跪下来。原来陈厂长几年前在女厕所偷窥，被抓了个正着。这个案子派出所人人知道，现在听这个带头的警察说到自己的软肋，陈厂长心里一慌。这要是说出来，以后还怎么做人？当初花那么一大笔钱把事情压下来，就是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陈厂长顿时整个人气焰全无，在心里恶狠狠地骂美宝莲438，好好的太平日子不过，非要搞出事情来。现在好了，老子一世英名要毁了。陈厂长低着头对带头的警察说道：警察同志，我们借一步说话。说着把带头的警察拉到另一间屋。警察同志，就当我们没有报过这个案可以吗？带头的警察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怎么，你在叫我做事啊？我的出警记录都在前台记着呢。什么叫没来过啊？这边见警察暂时走开了，女工们又开始窃窃私语。我就坐在海燕娜旁边的工位，海燕娜除了吃饭的时候去了下食堂，一步都没离开过。对呀，海燕娜平时连水都不喝一口，厕所都很少上。没错，今天我在储物室值班，海燕娜确实没来过。带头的警察走了过来，女工们立刻停止议论。这个海燕，如果下个月来她的手上还是这样条条杠杠，陈厂长招呼呢？我已经给你打过了，具体的你自己看着办吧。懂了，我知道怎么做了。还有手帕的事儿，栽赃陷害是肯定的，具体是谁栽赃陷害的，我们回去细细查访。派出所办事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好，警察同志明白了。海女士，以后碰到事儿不要怕，找我们警察。海燕娜感激的点点头，谢谢你，警察同志。好，今天就这样处理吧。3个警察让陈厂长在记录本上签了字，随后就走了。见警察走了，女工们也陆陆续续下班回家。新来的女工杨乐多安慰海燕娜：娜姐，还好警察还了你清白，咱们没做过就是没做过。有些人处心积虑的要你好看，结果自己吃了屎。哼，姓杨的，你说什么？我说有些人偷鸡不成蚀把米。你给我把嘴巴放干净些，当心我撕了你的嘴。好了，乐多，少说一句吧，咱们走。晚上吃饭时，海燕娜把今天厂里发生的事对三宝全说了。三宝听到一半，愤怒的一拍桌子，要去找姓陈的王八蛋算账。三宝，你别冲动，你听我把话说完。后来派出所来了警察，现在的警察可真好，一过来3言2语就把美宝莲的鬼把戏给戳穿了。那警察姓什么？好像姓刘。三宝记在心里，以后有机会得在方所长面前提一提，不能让人家白干好事儿。燕娜要我说，这工厂你真别去干了，你要实在觉得在家无聊，白天可以到咱们的养殖场去兜兜转转打发时间。陈厂长说了，从今以后不让我5点去上班了，最早8点上班。原本每天纺6匹纱，现在每天最多只让纺3匹，多1匹都不行。工资从原来每个月40元涨到每个月50元，涨了工资又不用那么早去上班，不去多可惜。哎，可惜厂子的效益1年不如1年，就算我想一直上班，估计也难了。
厂子效益不好吗？是啊，自从国家放开了民营经济，很多人自己买了机器，在家弄个小作坊，包子就这么大，你吃一口我吃一口，轮到邦威纺织厂的订单就越来越少了，真怕哪天撑不下去，我想上班都没得上。我看报纸上还写，现在很多亏钱的国营公司拿出来拍卖，哪个私人愿意接手亏钱的国营公司，这厂子就归谁了。但愿我们厂子不要亏损才好。三宝一听这话，叮的一下，瞬间一个收购计划就在脑海里诞生了，不仅是一个收购计划，还是一个完美的装逼打脸计划。重生1980年，人均月工资30块的年代，我却能一天进账上万元。烟呐，今天新安县的老赵会来提12万支鹌鹑苗，到时候我们可以一下子进账14400元，吓不吓人？这么多？对呀，所以你得学会享受生活。你男人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挣钱，我有挣钱这门技术，不管从头再来几次，我都能富起来，你信不信？我当然相信，我的老公最硬了。自从三宝开始挣钱，海燕家从家徒四壁到现在好吃好用的堆成山。每次三宝买回来很多东西，他都会把一半的东西送到妈妈家。刚开始几次，海清美完全不敢动，到后来发现没什么风吹草动，渐渐开始吃起来用起来，并且每次都会问海燕呐：“燕呐，小贼真的没打你？”“没有妈妈，三宝早就不打人了。”“那小贼最近没干混事儿？”“不干了，三宝现在可勤快了。”“那小贼真的把鹌鹑养大了，没有半路杀了吃掉？”妈妈，三宝养了3万只鹌鹑呢，偶尔也会杀几只解解馋，不过大部分都是养得好好的。今天听说还会有个大老板来，问他买12万只鹌鹑苗，三宝说可以赚不少钱。海清美边吃小辣条边摇摇头。看来这人是要活得久一点，活得够久，什么稀罕事都能碰得到。这小贼竟然不混了。这边三宝来到养殖场，从早等到晚，也没见赵老板来收鹌鹑苗，心里隐隐觉得不妥。是赵老板忘记了，还是有事耽搁了？又等了一天，赵老板还是没有来。到了第3天，三宝有点坐不住了。这不正常啊！要说这是骗子，那人家还真是付了200块的押金。200块可不是小数目，一个工人1年到头不吃不喝，也攒不到200元。可是这人怎么没来呢？当时赵老板倒是给他留了一个地址，三宝决定再等1天，要是赵老板还不过来，他就要去外地找赵老板。毕竟12万只鹌鹑每天要吃的饲料钱，他算了算都要120元，多拖1天就要搭进去不少饲料钱，而且鹌鹑一天比一天大，吃的一天比一天多，最主要他这个地方也有限。总之，说什么也要让赵老板来把鹌鹑抓走。到了第4天，赵老板果然还是没有来。三宝对海燕娜说道：“燕娜，我要去隔壁新安县找赵老板，你放心，新安县离我们这边近，我头班火车去，晚班火车就能赶回来。”“好，那你一定要小心。”“放心吧。”到了新安县，三宝一路问过来，终于找到了赵老板家。赵老板家倒也不难找，因为赵老板也是当地有名的冒尖户，养着好几千只鸡。他是听说养鹌鹑比养鸡更容易更赚钱，所以决定放手一搏，问三宝订了12万只鹌鹑苗，想好好赚他一笔。三宝到赵老板家时，赵老板正坐在门角落抽烟。赵老板，这一喊把赵老板吓了一跳，抬头一看，不是这几天经常来他们家的债主，再仔细一看，是李老板啊。是我。那个赵老板，你是出什么事儿了吗？我这你订了12万只鹌鹑，是不是忘了来提了？赵老板苦笑一声。李老板，这事儿我真是万分对不住。怎么了？赵老板沉默了一阵。李老板，你跟我来吧。三宝跟在后面一言不发，走了一支烟的功夫，三宝远远就看到前面一大片漆黑的地，他快步跑过去一看，这分明是3个养鸡场，被烧的只剩下一个铁架子。赵老板，这是怎么回事？被烧了。烧了？谁干的？不知道，半夜烧的，等我发现的时候就已经烧得差不多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敢这么大胆的放火？可是犯法的。赵老板摇摇头叹了口气。我这个人做事比较激进，敢想敢干。国家一说可以开放的体户，就搞了这个养鸡场，干得挺不错。不过我脾气不好，平时在村里得罪了不少人。我估计就是那些人都觉我有这么一份产业，所以半夜过来点了一把火。赵老板连连叹气。原本我是想着扩大发展鹌鹑养殖，屋都盖好了，现在也都烧成灰了。李老板，所以你那12万只鹌鹑毛，我真的是很抱歉。盖养殖场的前期饲料的钱都还欠着人家，那些人天天来我家要债，老婆孩子受不了回娘家了。说到这里，赵老板喉头哽咽，说不下去了。三宝看着眼前一大片的焦黑，一时和赵老板2个人无言以对，2个人就这么呆呆看着这一片焦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已四海为家。看了很久很久，临走时，三宝拿出200元递给赵老板。
赵老板，这是你当时付的押金，我退给你。李老板，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个钱我不能要，我已经害你损失不少，这点我很清楚。说好的这是押金，没来提货已经是我失信。赵老板，你听我说，咱们都是生意人，生意场上起起落落很正常，没有谁会一帆风顺，人生的路还很长，你千万不要灰心丧气，该处理的事情处理掉，接着再干。我给你透露个小秘密，咱们国家正在经历一个史无前例的发展良机，只要你敢想敢干，怎么样都会发大财的。这200元押金你拿着，另外这里还有1000元你也收着，说不定能解决你一点小麻烦。赵老板听了三宝这一番话，惊得嘴巴都合不拢。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这个只有2面之缘的年轻人竟然这么慷慨大义，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仅是援助之手，这是给了他重拾生活的信心。在三宝来之前，赵老板脑子里正在思索自己喝农药好还是投河好。三宝无意间拯救了赵老板的生命。再后来，赵老板果真再次飞黄腾达，成了三宝商业帝国的18罗汉之一。赵老板热泪盈眶地送三宝到了火车站，临走时他对三宝再三叮嘱：李老板啊，事业发展初期一定要低调，千万别嘚瑟，要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那是再好不过。三宝点点头，回去的路上一直在回味赵老板这2句话。回到蛤蟆村已经是晚上，三宝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一连2天都闷闷不乐。海燕娜知道了这件事儿，她也没有办法。12万只鹌鹑不是小数目，就算放出消息这边有鹌鹑苗，别人也只是抓100-200只，那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这天，村长吴有田到三宝家，县里召开民营经济发展研讨大会，让每个村的村长带各自村的冒尖户去县里开大会。吴有田决定带三宝去。三宝这几天心情低落，听吴有田唧唧歪歪说了半天，不耐烦道：没兴趣，我又不是干部，开啥会啊？吴有田不高兴了：嘿，你个混小子，我那是带你去见世面，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原本是县长主持的，这次县委书记亲自主持，人家县委书记每天万事缠身的人，都抽得出时间开会，你三宝倒摆起架子来了。海燕娜连忙打圆场：村长你别生气，最近养殖场里事情多，三宝心情有些不好，冒犯了您。吴有田瞪了三宝一眼：还是燕娜说话中听，混小子好心当成驴肝肺。村长您吃瓜子，我来劝劝三宝。不吃，气都气饱了，你明天给我答复，你要不去，这好事可就便宜别人了。吴有田说完背着手转身走了。村长前脚刚走，海燕娜对三宝说道：三宝，我觉得这会你得去开。我不会，不爱开会，左边用力点，对，就这。海燕娜一边揉着三宝的肩颈，一边柔声说：三宝，为这12万只鹌鹑，你都愁了好几天了，也一直想不出个好办法来，出去走一走，换换脑筋，说不定就有好办法。累着呢，走不动。海燕娜继续耐心劝说：三宝，你就去嘛，那个赵老板不是说，要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事情就好办多了吗？海燕娜说这些话时又温柔又娇气，听得三宝心里痒痒的。老婆要我去，那我就听老婆的话，去吗？三宝不知他这一去，将改变了他接下来的命运。重生1980年，人均月工资30块的年代，我却能一天进账上万元。燕娜，今天新安县的老赵会来提12万只鹌鹑苗，到时候我们可以一下子进账14400元，吓不吓人？这么多？对呀，所以你得学会享受生活。你男人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挣钱，我有挣钱这门技术，不管从头再来几次，我都能富起来，你信不信？我当然相信，我的老公最硬了。自从三宝开始挣钱，海燕家从家徒四壁到现在好吃好用的堆成山。每次三宝买回来很多东西，他都会把一半的东西送到妈妈家。刚开始几次，海清美完全不敢动，到后来发现没什么风吹草动，渐渐开始吃起来用起来，并且每次都会问海燕娜：燕娜，小贼真的没打你？没有妈妈，三宝早就不打人了。那小贼最近没干混事儿？不干了，三宝现在可勤快了。那小贼真的把鹌鹑养大了，没有半路杀了吃掉。妈妈，三宝养了3万只鹌鹑呢，偶尔也会杀几只解馋，不过大部分都是养得好好的。今天听说还会有个大老板来，问他买12万只鹌鹑苗，三宝说可以赚不少钱。海清美边吃小辣条边摇摇头。看来这人是要活得久一点，活得够久，什么稀罕事都能碰得到。这小贼竟然不混了。这边三宝来到养殖场，从早等到晚，也没见赵老板来收鹌鹑苗，心里隐隐觉得不妥。是赵老板忘记了，还是有事耽搁了？又等了一天，赵老板还是没有来。到了第3天，三宝有点坐不住了。这不正常啊！要说这是骗子，那人家还真是付了200块的押金。200块可不是小数目，一个工人1年到头不吃不喝，也攒不到200元。可是这人怎么没来呢？
当时赵老板倒是给他留了一个地址，三宝决定再等一天，要是赵老板还不过来，他就要去外地找赵老板。毕竟12万只鹌鹑每天要吃的饲料钱，他算了算都要120元，多拖一天就要搭进去不少饲料钱，而且鹌鹑一天比一天大，吃的一天比一天多，最主要他这个地方也有限。总之，说什么也要让赵老板来把鹌鹑抓走。到了第4天，赵老板果然还是没有来。三宝对海燕娜说道：燕娜，我要去隔壁新安县找赵老板，你放心，新安县离我们这边近，我头班火车去，晚班火车就能赶回来。好，那你一定要小心。放心吧。到了新安县，三宝一路问过来，终于找到了赵老板家。赵老板家倒也不难找，因为赵老板也是当地有名的冒尖户，养着好几千只鸡。他是听说养鹌鹑比养鸡更容易更赚钱，所以决定放手一搏，问三宝订了12万只鹌鹑苗，想好好赚他一笔。三宝到赵老板家时，赵老板正坐在门角落抽烟。赵老板，这一喊把赵老板吓了一跳，抬头一看，不是这几天经常来他们家的债主，再仔细一看，是李老板啊。是我。那个赵老板，你是出什么事儿了吗？我这你订了12万只鹌鹑，是不是忘了来提了？赵老板苦笑一声，李老板，这事儿我真是万分对不住。怎么了？赵老板沉默了一阵。李老板，你跟我来吧。三宝跟在后面一言不发，走了一支烟的功夫，三宝远远就看到前面一大片漆黑的地，他快步跑过去一看，这分明是3个养鸡场，被烧的只剩下一个铁架子。赵老板，这是怎么回事？被烧了。烧了？谁干的？不知道，半夜烧的，等我发现的时候就已经烧得差不多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敢这么大胆的放火？可是犯法的。赵老板摇摇头叹了口气，我这个人做事比较激进，敢想敢干。国家一说可以开放的庇护，就搞了这个养鸡场，干得挺不错。不过我脾气不好，平时在村里得罪了不少人。我估计就是那些人都记我有这么一份产业，所以半夜过来点了一把火。赵老板连连叹气，原本我是想着扩大发展鹌鹑养殖，屋都盖好了，现在也都烧成灰了。李老板，所以你那12万只鹌鹑毛，我真的是很抱歉。盖养殖场的前期饲料的钱都还欠着人家，那些人天天来我家要债，老婆孩子受不了回娘家了。说到这里，赵老板喉头哽咽，说不下去了。三宝看着眼前一大片的焦黑，一时和赵老板2个人无言以对，2个人就这么呆呆看着这一片焦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看了很久很久，临走时，三宝拿出200元递给赵老板。赵老板，这是你当时付的押金，我退给你。李老板，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个钱我不能要，我已经害你损失不少，这点我很清楚。说好的这是押金，没来提货已经是我失信。赵老板，你听我说，咱们都是生意人，生意场上起起落落很正常，没有谁会一帆风顺，人生的路还很长，你千万不要灰心丧气，该处理的事情处理掉，接着再干。我给你透露个小秘密，咱们国家正在经历一个史无前例的发展良机，只要你敢想敢干，怎么样都会发大财的。这200元押金你拿着，另外这里还有1000元你也收着，说不定能解决你一点小麻烦。赵老板听了三宝这一番话，惊得嘴巴都合不拢。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这个只有2面之缘的年轻人竟然这么慷慨大义，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仅是援助之手，这是给了他重拾生活的信心。在三宝来之前，赵老板脑子里正在思索自己喝农药好还是投河好。三宝无意间拯救了赵老板的生命。再后来，赵老板果真再次飞黄腾达，成了三宝商业帝国的18罗汉之一。赵老板热泪盈眶地送三宝到了火车站，临走时他对三宝再三叮嘱：李老板啊，事业发展初期一定要低调，千万别嘚瑟，要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那是再好不过。三宝点点头，回去的路上一直在回味赵老板这2句话。回到蛤蟆村已经是晚上，三宝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一连2天都闷闷不乐。海燕娜知道了这件事儿，她也没有办法。12万只鹌鹑不是小数目，就算放出消息这边有鹌鹑苗，别人也只是抓100-200只，那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这天，村长吴有田到三宝家，县里召开民营经济发展研讨大会，让每个村的村长带各自村的冒尖户去县里开大会。吴有田决定带三宝去。三宝这几天心情低落，听吴有田唧唧歪歪说了半天，不耐烦道：没兴趣，我又不是干部，开啥会啊？吴有田不高兴了：嘿，你个混小子，我那是带你去见世面，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原本是县长主持的，这次县委书记亲自主持，人家县委书记每天万事缠身的人都抽得出时间开会，你三宝倒摆起架子来了。海燕娜连忙打圆场：村长你别生气，最近养殖场里事情多，三宝心情有些不好，冒犯了您。吴有田瞪了三宝一眼
还是燕娜说话中听，混小子好心当成驴肝肺。村长您吃瓜子，我来劝劝三宝。不吃，气都气饱了。你明天给我答复，你要不去，这好事可就便宜别人了。吴有田说完背着手转身走了。村长前脚刚走，海燕娜对三宝说道：三宝，我觉得这会你得去开。我不会，不爱开会。左边用力点，对，就这。海燕娜一边揉着三宝的肩颈，一边柔声说：三宝，为这12万支鹌鹑，你都愁了好几天了，也一直想不出个好办法来。出去走一走，换换脑筋，说不定就有好办法。累着呢，走不动。海燕娜继续耐心劝说：三宝，你就去嘛。那个赵老板不是说，要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事情就好办多了吗？海燕娜说这些话时又温柔又娇气，听得三宝心里痒痒的。老婆要我去，那我就听老婆的话，去吗？三宝不知他这一去，将改变了他接下来的命运。在1980年，人均日工资只有1块2的年代，男人却要贷款5万开饲料厂，大家一听都纷纷笑话他。傻子一个，5万元，什么概念？万一亏了，要打工多少年还这个债？一个月工资36，一年才挣432，要116年才能还清这笔债，那会骨灰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种不靠谱的事，只有李二六个做得出，脑子稍微正常点都不会干这事儿。海燕娜知道了这5万元的贷款，也吃惊不小。三宝，借这么多钱真的不会有事吗？万一，我是说万一，咱们无论如何也还不上这一笔钱呀。燕娜，你呀，把心放在肚子里。像这样的无息贷款，多少人钻破脑袋想书记都不给他，我轻轻松松就贷了5万块。海燕娜还是担忧道：可是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大了。越大越好啊，能供你操作的资本越大，来的钱也越快越多。海燕边给三宝泡脚按摩边说：好吧，三宝，那你可千万要当心。会的。不过眼下还真是有件事儿出乎我的意料。什么事？饲料厂我想招20个工人，招聘启事提出去3天了，我开了45元1个月的工资，比一般厂里多了9块，怎么就没人来呢？海燕娜想了想，估计村民们担心你借了5万多的外债，到时候没钱发工资吧。有可能，要是明天还是没人来应聘，我就去县人才中心试试。第二天，三宝在厂里等了一上午，还是没有一个人来应聘。等不及的三宝，下午就去了县人才市场。三宝在里面兜了一圈，发现里面4%都是国营企业的招聘摊，而且位置都很好。民营企业招聘摊都挤在角角落落。虽然民营企业的工资比国营的要多2-3元，但民营企业的招聘摊前人丁稀少，国营那里排着长队。看来就算是在县里，大伙还是对国营有着强烈的执念。三宝找了个地方，拿起一块纸板，上面写上饲料厂招男工10名，女工10名，工资45元每月。往前面一竖就算开张了。一旁的一个男的递过来一支烟，三宝接过烟，谢了一声，问道：老哥贵姓呀？开什么厂？免贵姓陆，我开了个罐头厂。哦，挺好。好啥呀？兄弟，你第一天来吧？三宝点点头。招工难啊，我来了4天了也没招到一个人，我开42元比国企36元还多6块钱呢，人就是不来，你说有什么办法？咱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遇到点小困难也是正常的，慢慢招吧。陆老板点点头，也是。正说着，走来一个管事的到陆老板摊前说道：你怎么又来了？私营企业最多给招工3天，你这都已经第4天了，赶紧走走走。陆老板赶紧起身拿烟敬给管事的。兄弟，再让我摆1天，再招1天，今天要是再招不到人，我也就死心了。管事的一脸横肉。废什么话，再给你10天也没用，赶紧走走走，别坏了规矩。哎呀，兄弟，我罐头厂要是再招不到人，厂子就要倒闭了。倒闭关我什么事啊？我是按规章制度办事，每个小作坊都像你这样赖着不走，人家国营企业还有地方买招聘摊位吗？兄弟，你瞧，我们都在角落，好位置不都是国营企业站着吗？我们在这里也碍不到他们什么事儿。管事的双眼一瞪，嘿，你还来劲了是吧？让你滚就滚，再不滚我可要叫人了。你这人怎么这样？有话好好说，咱们来这里招人也是响应上面号召。管事的一瞧三宝穿得破破烂烂，你特么谁呀？有你什么事？少特么多管闲事。再一看三宝跟前摆着一张纸板，上面也是写着招工信息，指着三宝大声道：哼，你也是来招人的，摊位费付了吗？我不知道还要付摊位费。多新鲜呢！我这地方给你白用啊，在这摆招聘摊位的，每天2元钱。三宝掏出2块钱，我现在交。哼，我不收，我还就告诉你，咱们这儿今天满员了，没有多余摊位，赶紧走。三宝指着几个国企摊位，人家一个摊位2米长，我们就在这儿站个人，又不占什么地方，怎么就满员了？我说满了就是满了，这里我说了算。3个人越吵越大声，这么一吵，一下子围过来好多人来看热闹。一旁的陆老板见三宝为了给自己出头惹祸上身，眼看着双方都要打起来，
赶紧拉住三宝。兄弟，算了，咱们搞民营的没有社会地位，咱们少说两句，我们到门外去。别啊，怕了这混蛋不成？咱又没做犯法的事。围观的人七嘴八舌，说是老板揣的比我们还破，指不定哪一天就发不出工资了，谁愿意去个体户那里干活？就是，我听说有很多人都是借着钱开厂子，搞不好别说我们的工资了，说不定还要反过来问我们借钱。就是去个体户那里上班，太没面子了，找媳妇都找不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大，惊动了正在街上巡逻的民警。管事的看到是所里的人，心里一乐，阴笑着对三宝说：“你完蛋了！刚才让你滚你不滚，现在等着被拘留吧！”哼。这民警是刚刚升职的刘队长。不等民警发问，管事的说道：“刘队长，你来的正好，咱们这儿来了几个捣乱的，死皮赖脸赶不走，你赶紧给他们铐走。要是能拘留，那是再好不过。”刘队长早就看到了三宝，要不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刘队长真想上去给三宝磕3个响头。在纺织厂给李领导的媳妇解围后，没几天自己就被升做队长了，想都不用想。这肯定是李领导在方所长面前给自己美颜了。刚才他第一眼看到三宝时，心里就砰放了一个烟花。在李领导面前，一定要好好表现。刘队长二话不说，啪的一下甩了管事的一个耳光，管事的原地360度转了一个圈。哎呀！刘队长，你打错人了吧？捣乱的人是他。说着一指三宝，刘队长对管事的怒斥道：“你知不知道人家是谁？一个做罐头的，一个做饲料的。”刘队长大喝一声：“人家代表的是民营经济，连上面都大力支持，你是哪根葱敢跟上面对着干？”管事的吓了一跳：“我哪里敢跟上面对着干？我只是让他们2个走人，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章制度。”你们的规章制度就是排斥民营经济吗？不是，把你们冯主任叫过来。管事的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咧着嘴带着哭腔说道：“别，刘队长，我错了，我这就给2位老板道歉。”说着对三宝和陆老板连连鞠躬：“2位老板，对不起，我小肚鸡肠我不开眼，2位今后想在这里摆多久就摆多久，我绝不干涉。”哼。道歉有用的话，要帽子数数干什么？仗势欺人，快把你们头叫过来，别废话。管事的都要被吓哭了。别，刘队长，给我一次机会。其实争吵的声音这么响，冯主任早就听到了，他现在就在人群中，听到刘队长连连在说要见自己，忙装作刚从办公室跑出来，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刘队长，我在这。冯主任，你手下的人对民营经济有所歧视啊，搞个体的想在你这里招个人难如登天。哎呦，刘队长，没有的是，我这边或许大概是有那么一些小误会，但总的来说我还是一视同仁的。刘队长知道冯主任上面也有些关系，和他弄僵了倒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于是把冯主任拉到一边。冯主任老实告诉你，姓李的这位是上面的领导。什么？冯主任头嗡的一下。刘队长，你没和我开玩笑吧？哪能啊？你以为我这队长是怎么升上去的？哎呦，刘队长，你这可真是救了我的命了。冯主任赶紧快步上前，指着肿着一边脸的管事的：“你不用来上班了，滚！”冯主任，我可是兢兢业业在这里干活。管事的还没说完就被冯主任打断了。兢兢业业个屁，把他架走。接着冯主任走到三宝面前：“哎呦，是饲料厂的李老板，久仰，失敬。”说着伸出手，三宝勉强和他握了个手。冯主任，我还以为你这个人才是厂是为人民服务，想不到是为国企服务。哎呦，李老板这么说可是冤枉我了。国企招的人多，所以有一些摊位就成了固定摊位，真是对不住。你放心，我一会儿回办公室就把招聘摊位重新规划一下，国企民营各占一半。三宝点点头，这还差不多。冯主任听三宝这么一说，心里一宽。李老板，我来给你安排个位置。说着把人才中心最大的一个摊位给了三宝。三宝一瞧，这摊位足有2米多长，把陆老板也一起叫了过来。行了，冯主任，你去忙吧。是，李老板要是有什么事，您随时来找我，我办公室就在后面，我随时听您吩咐。三宝点点头，挥了挥手。冯主任立刻退下，刘队长也抓紧机会上前说道：“李老板，我经常在这片街上巡逻，你要有什么事儿也随时来找我，我也随时听您吩咐。”三宝一瞧刘警官的肩膀，知道方所长给他升了职，这会儿正对自己感恩戴德。知道了，刘警官，今天这事儿多亏了你。哪的话，那您忙。虽然摊位问题解决了，而且还是在黄金地段，可是来应聘的人还是小猫2、3只。三宝灵机一动，真诚的你们不要，那就跟你们玩点套路吧。在1980年，一个工人一天收入1块2，一个月整整30块，而三宝饲料厂招工一个月开45，比国企还多9块，却没有一个人敢来面试。看来实诚的不管用，只能给你们来点套路了。于是三宝拿了一块大纸板，重新写上招聘信息，刷写了好久，写完往前面一挂。陆老板一瞧，
写的可真够多的。只见上面写着，每天薪水1块2，做一天结一天，绝不拖欠，包早饭、中饭、晚饭，保证每天有荤菜，加班另付加班费，每年年底发13薪，节假日发福利。目前只招男工10名，女工10名，不要错过走上人生巅峰的好机会。陆老板仔仔细细从头到脚看完，摇着头称赞：我的个妈呀，李老板你真是太有才了，看得我都想来你饲料厂上班了。不过你把条件提得这么好，会不会亏钱？三宝哈哈一笑，陆老板，你再仔细算一算，这些待遇能值几个钱？陆老板也是生意人，心里一盘算，哎呀，这和每个月45块也差不多。李老板，为什么被你这么一写，就感觉员工占了多大便宜一样？陆老板，你记住，工资结构越复杂，工资就越低。真的工资高的货，一口价年薪1000元，用得着那么多废话吗？哦，有道理。有的时候咱就是要玩点套路。陆老板将信将疑，点点头。果然，看到这块招聘启事，把大伙激动的要死。天哪，这样的工作待遇，打着灯笼找香烟也找不到啊！是啊，上面写的明明白白，每天1块2的工资，而且还是现结的，年底还发13薪，听都没听过这样。再怎么被坑也就坑1天，大不了我第2天不去了呗。一下子围过来一大群人，都吵着要去三宝的饲料厂上班，一个个嘴巴里都喊着：我能吃苦，我手脚最勤快，选我选我。我吃苦耐劳勤奋，老板选我选我。三宝心里一乐，成了。站在椅子上大声说：不要急，排队，我只招20个人，资料填在纸上。陆老板一看，赶紧有样学样，把三宝那套完全照搬了过来。这招果然管用，又嗡的一下围过来一大群人，把他们2个人围在中间。三宝最终从100多个人里面选了10名男工10名女工。老板，什么时候上工？今天就上工，现在就去我的饲料厂，今天给你们记全天的工资。20个人别提有多开心了，才干半天就给全天的钱，全都兴高采烈乐呵呵的。跟着三宝去了蛤蟆村，心里想饲料厂。20个人到了饲料厂一看，水泥地的厂真气派，为自己能够被选上庆幸不已。三宝让天龙做了车间主任，机器怎么用天龙都学会了。20个人在天龙的培训下，很快就上了手。男工主要负责从粮仓搬运各类粗粮，再把制造出来的饲料打包装在仓库。女工则负责流水线上的一些细活。到了晚上5点30分，三宝给每个人发了1块2工资。20个人兴奋地说道：李老板，我们明天一定早点来。三宝又安排赵虎他妈负责食堂做饭，又给他们家开了1份工资。赵虎他妈乐得把三宝看成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晚上，三宝到成品饲料库一看，才半天不到的功夫，就制作出了1300斤饲料，纯利润近300元。这还是第一天，按这个节奏，今后每天能挣1000块，1个月就是3万。要是晚上再加点班还不止，5万块钱的贷款，2个月不到就还清了。三宝现在看这2条饲料流水线，就像看下金蛋的母鸡一样。哈哈哈哈哈哈！一转眼过去了1个月，心里想鹌鹑饲料厂也健康运转了1个月。三宝这天在家拿出纸笔细细一算，这个月饲料厂纯利润32800元，鹌鹑蛋纯利润13200，茶叶蛋纯利润2520，一共挣了48520。这要是在2024年也算厉害了，可现在是1980年，48520元是什么概念？普通人要干1347个月才能挣到手的钱，三宝1个月就挣到手了，乐得三宝大喊一声：嫣娜，嫣娜，你快过来！三宝怎么了？嫣娜，你猜猜看，我这1个月挣了多少钱？海燕娜摇摇头，我猜不到。猜嘛猜嘛，随便猜个数字。海燕娜其实心里很清楚，大概在4万元左右，因为三宝每天晚上睡在床上都会跟他说饲料厂养殖场的事。不过海燕娜是个聪明女人，她假装不知道。不会有1万块吧？哈哈哈，嫣娜呀，你胆子实在太小了，猜的差了10万8千里，1万块你太小看你男人了。我告诉你吧，整整48520元。海燕娜瞪大眼睛，大天啊，有这么多？那是当然，你也不看看你男人是什么人，商业天才。三宝你真硬，真有本事。嫣娜，你别看48520元很多，我告诉你用不了多久，我1天就能挣这个钱。哇！三宝，你现在挣了这么多钱，不如先把王书记那里的贷款还了吧。三宝在海燕娜额头亲了一口。嫣娜，你刚才那句话里有2个大错误。什么错误？第一，不是我挣了这么多钱，是我们挣了这么多钱，我挣的每1分钱里都有1半是你的，军功章里有你1半。我有什么功啊？这都是你自己凭本事赚到的。怎么没有？你看你每天把我伺候的舒舒服服，家里弄得这么干净整洁，要是没有这些，我哪来的心情挣钱？你说是不是？所以啊，你的功劳是大大的，我绝对要给你记一大功。好吧，那我第2个错误是什么？第2个错误，那就是商业上的错误。你刚才让我把钱还给王书记。对呀，挣了钱当然是要先还债。错，要是借个人的钱，当然是要先把债还了。可是咱借的是公家的钱，着什么急？王书记都说了2年内还清，1分钱利息都没有，我当然要用到最后一天。正所谓借别人的钱赚自己的钱，
这就是生意头脑。三宝把21世纪的那套赚钱逻辑玩得炉火纯青。赚钱有的时候就是玩个时间差，资本能在手里多停留一天，就能多产出一天的利息。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建筑老板明明几千万的工资早就到了自己账上，但一定要压到大年30才发给民工们，就是这个道理。海燕娜惴惴不安道：三宝这样真的好吗？我觉得咱要是有钱了，还是早点还掉吧。放心吧，燕娜，这些事情我都会安排好的，你就别操心了。海燕娜点点头，只要三宝说这些事情我都会安排好的，海燕娜就绝不会再多嘴一句。海燕娜拿出一封信，三宝，你这几天去县里吗？去的话，帮我把这封信寄一下。什么信？写给谁的？写给二姐的。这不快过年了吗？我写封信问问二姐今年回不回来过年。好，我明天就去给你寄。三宝瞟了一眼信封，瞬间好像看到了怪物一般，大叫一声。猴票，把海燕娜吓了一大跳。三宝怎么了？三宝指着信封上贴的那张红底黑猴子的邮票。猴票，猴票，这是猴票。三宝，什么猴票？这就是一枚普通的邮票。三宝比看到恐龙还激动。燕娜，你是不是疯了？拿猴票寄信？海燕娜完全搞不明白，她从来没见三宝这么激动过。燕娜，这个猴票你哪里来的？我8分钱买的。三宝要崩溃了，是激动到崩溃。他像猴票上那只猴子一样，在屋子里上蹿下跳。苍天呐，大地啊！我三宝到底交了什么好运？1980年的猴票让我给遇上了，8分钱一张，到2024年卖2万块一张，现在花6.4元买一版猴票，放到2024年就翻了31万倍。三宝现在满脑子只有2个字：扫货。他要把市场上所有的猴票通通买下，而且要整版的买，有多少买多少。收藏茅台虽然很挣钱，可是怎么能和猴票相比？第二天，三宝到了县里，先把信寄掉，随后又到了各个供销社，大大小小在偏僻的供销社他都跑遍了，把供销社里的猴票8分钱一张，不管整版的还是散的，全都一扫而空。供销社补货，三宝就扫货，7、8次扫下来，三宝手上就有了5000张猴票。三宝一算，这些猴票放到2024年值100个亿。那几天，三宝像着了魔一样，天天拿着猴票看，好几次在半夜笑醒，说梦话都是猴票，猴票真值钱，猴票，猴票我爱你。海燕娜以为三宝魔怔了，问了好几次，三宝，这8分钱的猴子邮票到底为什么能让你这么激动？三宝心想，不能跟海燕娜说的太细，不然自己穿越者的身份不就穿帮了吗？燕娜，这些猴票我交给你保管，你一定要保管好，等咱们老了，就算倒霉到家什么都没了，只要卖掉其中1版，就够咱们吃几年的，记住了吗？海燕娜用力点点头，记住了，我一定保管好。三宝安心了，100个亿啊！海燕趁着三宝心情极好说道：对了，三宝，二姐回信说她今年回来过年的，那我们回去过年吗？三宝一听，心想穿越过来到现在，竟忙着挣钱创业，也没去见过自己亲妈。啊呸，什么亲妈？我压根就不认识人家，见面也是挺尴尬的，还得叫人家一声妈，想想还是不去的好。我们就不回去了，就在家过年吧。海燕娜有些失望。那好吧。三宝侧过身一瞧，海燕娜满脸写着失望。怎么了，燕娜？没什么。是不是你想要回去过年？你要是想的话，那咱们就回去啊。三宝，结婚的时候我说了，以后都听你的。既然你不想回，那我们就不回。别啊！你要是你想回，那咱就回。我也好久没见咱妈了。三宝，真的吗？你真的愿意回去？回呗，那有啥？只要你高兴，我愿意陪你去任何地方。海燕娜激动地一搂三宝脖子。三宝你真好。三宝哪受得了这番刺激，顿时又来了精神，两人痛痛快快开心一番。100分钟后，两人气喘吁吁躺在床上。三宝，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你在家里过年。三宝更加气喘吁吁。是吗？为什么？往年一到年跟你就钻桥洞去。一到过年，男人就要换上一身乞丐服，背着破麻包去钻桥洞。原来三宝一年到头各种各样的债欠了一屁，还钱，快还钱！到了年底，别人家都是一家人喜气洋洋的过年，而他们家就像吃流水席一样，要债的人一波接一波的来。三宝自然不会受到这些烦恼，因为他一到过年就已经不知道躲到哪个桥洞里去了。而这就苦了家里的海燕娜大姐和妈妈。整个年关，他们家里就像开庭审案一样，屋子里坐满了人，海燕娜只好站在院子里。屋子里的人从早坐到晚，香烟抽了一包又一包。屋里要是挂一只鲜鸡，一天就能熏成熏鸡。海燕娜等到晚上人都走了，才进屋把屋子从头到脚打扫得干干净净。第二天又换一拨人来，整个年关都是这么过的。过了正月，三宝才不知道从哪个洞里面钻出来，回来第一件事情又是问海燕娜要钱，所以过年是不可能见到三宝的影子。回娘家过年更加想都不要想，娘家那边也是一堆要债的人。今年三宝愿意和海燕回去过年，海燕心里无比激动。离过年还有2天，三宝让海燕娜休息1天去县城逛逛。海燕娜原本不愿意，她就算发烧也是坚持上班。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休息？去妈那儿拜年，不得买点东西吗？我哪知道女人喜欢什么，我们去县里大采购去。
海燕娜这才请了1天假。陈厂长听说海燕娜要请假，开心的不得了。没问题，1天不够，2天、3天都可以。那个燕娜呀，你在家里也少干点家务活，保护手指头要紧。三宝和海燕娜到了县城。1980年的县城一眼望过去也基本是以灰色为主，并没有太多色彩鲜艳的建筑物或服装。两个人先去菜市场买了年货，咸鸡、咸鸭、火腿、腊肠。两人买掉了小半个菜场，接着又去了供销社，糖果零食选了一大袋。最后三宝看到卖手表的柜台，指着里面最贵的一块梅花牌手表，营业员拿5块。海燕娜吓了一跳，三宝要那么多干嘛？大呀，你、我、姐姐、姐夫、妈妈每人1块。哦，不对，我都忘了还有2姐。营业员要6块。营业员吓了一跳，梅花牌手表是当时最名贵的手表，45元1块，别人都是结婚才买1块，而三宝一上来就买6块，这种豪气不亚于现在去南京路步行街，到劳力士专卖店对老板说拿10块劳力士。三宝我不要，这太贵了。燕娜，你忘了你男人1个月能挣多少钱了？这些钱算什么呀？再说有了手表就能知道精确的时间，这是给生活带来便利的事，咱也不是为了出风头，主要是实用。说着又一指旁边的28大杠，再来2辆自行车。营业员又吓了一跳，这可是28大杠，你当买辣条呢？最后两个人一人推了1辆自行车，手上各带了1块手表，自行车2个龙头上后座上挂满了年货，推着走在县城的马路上，身旁的人看得羡慕的不行。妈呀，哪来的大款？2辆新车子，手上还带着手表呢。这么多辣鸡腊肉不要钱的吗？三宝，我们好像真的买太多了，人家买肉都是买半斤，我们光是猪头就挂了2个在车上。哈哈哈，让他们羡慕去，我花自己的钱又不犯法。燕娜以后让你天天有肉吃。海燕娜笑笑不作声，两人一人骑着1辆28大杠朝娘家出发了。他们还没到家，海清美在门口就远远看到海燕骑着1辆自行车，定睛一看，三宝这小贼也在旁边骑着1辆自行车，顿时脑子里嗡的一下，立刻转身往回跑。妈，你这是干嘛呀？大过年的拿扫帚干嘛？我要打小贼，向慧，快去给我拿扫帚，不要扫地的这个，要扫狗屎的那把。哪个小贼啊妈？还有哪个把你爹气死的那个？三宝要来呀，就要到家门口了。李向慧也急了，弟弟这个混世魔王来了，准没好事儿。哎呦呦，这可怎么办呀？去找呀，扫狗屎的扫帚放哪里去了？好，我去找。两个人正说着，一抬头看到三宝和海燕娜进了院子，吓得两人不约而同倒抽一口冷气。这1个月来，海清美和李向慧虽然吃了不少海燕娜送来的东西，也听海燕娜说三宝改好了不混了，可是20几年来，全家被这个小子坑得不轻。听到李三宝3个字，跟阎罗王3个字一样，让人心惊胆战，所以条件反射的不想看到三宝。海清美看到三宝笑嘻嘻的看着自己，又惊又怒道：小贼，你来干什么？三宝还没说话，海燕娜抢着说道：妈妈大姐，我和三宝过来给您拜年了。滚，立刻马上给我滚！燕娜，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个小贼。说着海清美就准备把三宝推出去。年底了，你可以找个洞钻起来了，债主们又要来了。海燕娜连忙上前说道：妈妈，三宝已经把欠的债都还清了，没有债主了，而且三宝现在真的已经改好了，你再相信他一次。燕娜呀，你还年轻，妈妈是过来人，你千万不要被这小贼给骗了。这小贼曾经向天发誓，以后要是再偷东西，就天打5雷轰。当天晚上咱们家屋顶就被劈掉了半个，你忘了吗？海燕娜一脸尴尬，妈妈说的这是事实。那天晚上他们全家淋得像落汤鸡，这事儿被全村笑了3个月。还有一回，这小贼向天发誓说再也不打架，一回头把人家脊椎给打断了，老娘1套房子赔出去。还有，海清美把三宝的黑历史说了整整1个小时。海燕娜焦急地说：妈妈，三宝真的转性了，你说的这些混事儿，他真的不会再干了。你看这些东西都是三宝挣钱买的，三宝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你的。又回头对三宝一眨眼说道：三宝，你说是不是？啊，对，那个老太太啊，不是，妈，燕娜说的没错，我向天发誓，以后一定会好好做人的。海清美张大嘴惊道：天哪，又向天发誓，又听到了这4个可怕的字。向慧呀，你的屋顶要被雷劈掉了呀！海清美双手抱头跑进屋里，对海燕娜和李向慧拼命挥手：你们2个憨皮还不快进来，一会儿就该打雷了，想被劈死呀？那小贼你别进来，你就在外面等雷来劈你吧。海燕娜安抚三宝说道：三宝，你别生气，我和大姐进去劝劝妈妈。妈妈之前受的刺激太大，听不得你说向天发誓4个字，以后你要发誓就换个别的词说吧。三宝点点头：行吧，那你进去劝吧，这老太太挺爱给自己加戏的。海燕娜和李向慧在屋子里劝了海清美半个多小时，海燕娜又是拿出手表、保暖鞋、火腿、辣鸡一大堆东西作证，又是拿自己的名誉向天起誓，海清美才稍稍相信一些。燕娜，你是乖孩子，从小不会说谎，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妈妈都是真的。我记得那天是11月11号，三宝最后一次生大气，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每天早出晚归，努力挣钱。而且他现在经常做饭给我吃，给我买了好多东西，对我好的不得了。我都有好几次感觉这是在做梦，可这都是真的。弟妹，我弟再也没打过你骂过你？没有，大姐真的没有，非但没有打过骂过，还经常讲调皮话逗我开心。我现在别提有多幸福了。所以大姐妈妈，你们就相信三宝一回。海清美看了看李相慧，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让那小子进来吧。海燕娜一听，妈妈小贼不叫了，叫小子了，开心的赶紧去把三宝叫进门。三宝一进屋，看到屋子也是又小又黑，泥地泥墙家具都是摇摇摆摆破的不行，正看着呢，海清美站在一旁瞪了一眼，木愣愣的干什么？一点眼力见都不会看啊，还不快给你爸磕个头？哎呀！我去，我的亲生爸爸这会儿在2024年应该还活得好好的吧？正犹豫着呢，海清美上前，啪的一下打在三宝后脑勺。混小子还不快去，让你磕头又不是上战场。三宝心里叹息了一声，不情愿的去磕了3下，边磕边想：三宝啊三宝，你这个渣渣人渣，到底交了什么好运，要让我来给你爹磕头？又一想到海燕那嫩滑的肌肤，算了，汝之妻无养之，汝之母无意养之。磕完头，三宝开启大孝子模式，拍马屁那是他的拿手好戏。妈，我给你买了一块手表。不要，我一个老太婆天天在家，要看什么时间？天亮起床，天黑睡觉。妈，我给你买了一双保暖鞋。不要，我自己会做棉鞋，比你买的暖和。妈，我给你买了藕粉和红糖。不要，有饭吃就行了，吃这些干什么浪费？妈，我给你1000元。不要。等等，你说什么？多少？1000？海清美脖子立刻90度转了过来，看着三宝手上一把蓝蓝绿绿的票子，顿时心里痒痒的，两眼放光。海清美到底是做过人民教师的人，有智慧有城府。不要！哼！妈，我求你，你就收下这个钱吧。儿子现在努力挣钱，就是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你要是不收下，儿子心里就跟被刀砍了一样难受。说着把1000元塞到海清美的衣服口袋里。事情到这里，海清美才相信这小贼果然转性了。好儿子，最近在哪里发财？这变脸变得也太快了吧！于是把自己从茶叶蛋到养鹌鹑到现在的饲料厂一五一十跟海清美一一汇报。海清美边听边点头，不错，我儿子脑袋还算灵光，这点随妈。丽呀，你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能不能让你姐夫去你工厂工作？那有什么问题？过完年就让姐夫去，我给他安排个轻松点的活。哎呦喂，真是我的好弟弟。等你姐夫回来，我就跟他说。4个人其乐融融，说说笑笑。突然门口来了3个人，把门口挡得严严实实。4个人朝门口一瞧，3个人都凶神恶煞的样子。海清美一看，哎呀，完了，放高利贷的来了啊！80岁老头暗恋20岁少妇，想要将其占为己有，于是趁着女人睡觉，偷偷溜进了她的房间。而这位少妇正是我的妻子。就在老光棍准备行不轨之事时，恰好我从外面酗酒回来，看到他出现在我家卧室，我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顿暴揍，最终导致老头全身瘫痪，后半辈子都要在床上度过。而我当年是个二流子，惹了事赔不起，就让我妈给我擦屁股。我妈海清美把房子卖了赔人家还不够，又去问高利贷借了400元，借400半年后还800，这不期限到了，这些人就上门来要债了。期限到了还钱。妈妈拿过那张纸打开一瞧，正是自己半年前写的那张欠条。儿子刚孝敬的1000块还没暖热，这一下子就要给出800。给，拿了快走。带头的接过800元，往兜里一放。还有您。还有什么？800块不是都给你了吗？老太婆，你再好好看看字条。海清美拿起字条一看，天爷呀，怎么800前加了一个2？这不是我写的那张，明明写的是借400还800，怎么变成2800了？少他妈废话，上面是你签的字就得认账，还差2000块，快拿出来！哼！海清美急了，你们这不是强盗吗？借400半年还800，已经是丧尽天良的事了，你们居然还要2800，哪里有这样的事？我没钱。没有，那可就是你的事了。今天要不把2800一次付清，就别怪哥几个不客气了。哼！你们这是黑社会。老太婆，你还说对了，不是黑社会也干不了这生意。说着一瞧，4个人竟然人手一块手表。嘿，老太婆还说没钱，我们混社会的都还没混上一块手表，你们4个乡下人居然人手一块，给我摘下来，4块手表就当100块钱抵了，还有2700。说着就要上手去抢，三宝一步拦在前面，抓住对方手腕一扭。哎呦，手断了！你他妈的放手！
带头的顿时暴怒：你他妈的是哪里钻出来的？老大，这好像是个二溜子。呵呵，好啊，我最喜欢二溜子。要是没有这些二溜子，我们到哪里做生意去？二溜子可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哈哈哈哈哈！识相的拿了800块，快点滚，不然你们会后悔的。后悔？香火，我倒是想看看你让我们怎么后悔。我们3个人对付你们4个老弱病残，能把你们打成肉酱。哼！你们再不走，我可就要报警了。哈哈哈！报啊！我让你报，干咱们这行还怕你报警？知道我们老大1年要孝敬所里多少吗？海清梅把三宝拉到一边：好儿子，别跟他们硬刚，这伙人来头很大。我当时借钱的时候跑遍了整个县城，跑来跑去发现他们都是一家的。听说他们的老大就是县长的儿子，这种生意也只有有关系的人才能做得成，不然早就被逮进去了。这帮人就是有执照的强盗。妈，你放心，县长儿子算得球啊，县长来了我也不怕。你不怕妈怕呀？妈，你就把心放在卤煮里，像这样的场面，你儿子我分分钟摆平。混小子，这个时候了还开什么玩笑？什么卤煮，我还下水呢。行，那你就放在下水里，妈你就坐在一边，就当看戏就好了，我来摆平，到时候连那800块也都给你弄回来。真的？那还有假？海清梅也不知道三宝哪来的自信，不过见儿子这么大义凛然，他也不能丢儿子的脸，把脸一横说道：你们这几个小瘪三做这样的生意本身就是灰色的，你们最好见好就收，现在就滚，不然我老太婆也不是好惹的。知不知道我以前是干嘛的？3个放高利贷的被海清美这么一说，倒也一愣，听口气好像身后有一个军队一样。你干嘛的？我以前是老师。带头的扑哧一声，3个人哈哈大笑。老太婆呀，老太婆，我还以为你要说点什么出来。老师百无一用是书生，有什么好拽的？哼！我做了一辈子老师，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有省长、市长、局长、县长、厨师长，什么都有。妈，那什么让我来，您老在一旁歇一会儿。海清梅点点头。好儿子，厂子妈妈已经给你找回来了，接下来就看你的发挥了。 3个放高利贷的看到了躲在角落的海燕，顿时眼前一亮。天哪，美女，大美女，怎么这么美？带头的起了色心。大爷，我今天心情好，给你们一条活路，让这个小妞陪大爷1个晚上，大爷就给你们抵50，2个晚上就100，怎么样，合算吧？话音刚落，三宝飞起一脚踹在带头的胸口，带头的全神贯注在看海燕，压根就没提防，冷不丁的被重重踹一脚，整个人直直的被踹到了院子里。你特么的找死！老子今天不把你打得浑身骨头断光，就不是娘养的。2个打手连忙上前，大哥，你没事吧？大哥，海燕那更加吓了一跳，他最怕三宝打架。三宝，咱们不要和这些人搞事情，这些人都是黑社会。燕娜，你带着妈和大姐到屋里去，房门关上，千万别出来。我答应过你再也不打架，看来得食言了。今天我得动动筋骨。三宝，不要和这些人打架，他们身上说不定有刀。燕娜，这种人你越是怕他们越是欺你。你以为他们今天拿了钱就不会来找你麻烦了吗？我们不在的时候，说不定他们还要来找妈和大姐的麻烦。所以今天我一定要一次性搞定，你快进去。临进屋，海清美又偷偷塞了一把刀鱼在三宝手里。好儿子，拿着防身，不要把人弄洗就行了。记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宁可我捅人，不可人捅我。大不了咱赔钱，咱现在有的是钱。转头又对3个放高利贷的放了句狠话：人间正道是沧桑，做人不要太嚣张。接着嗖的一下进屋了。我去，有你这么当妈的吗？儿子要和人家打架不拦着点，居然还递把刀鱼，真嫌事儿不够大呀！看来你那宝贝儿子能闯那么多祸，也有你的一份功劳。此时3个放高利贷的正虎视眈眈看着他。幸好前世开了一家拳击馆，跟着教练学了几招，从来没派上过用场。今天看看自由搏击到底管不管用。三宝化身成李小龙，几个人扭打在一起。里屋3个女人趴在门缝上看着外面。哎呀，我的家养要被砸光了。海清美全然不管这些，攥着拳头说道：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好儿子，揍他个仙人板板，只要赢了这架，就可以让这几个瓜怂赔新东西。哈哈。三宝5分钟时间出了30几拳，拳拳到肉，2个打手已经躺在地上不住呻吟。特么的，今天是碰到练家子了！你小子有种就在这等着，我去摇人。他真要叫上10几20个人来，自己也不一定能招架得住，还是搬个救兵妥当一些。于是三宝也跑出去打电话。5分钟后，带头的摇人回来了，得意地对三宝说道：你完蛋了，我告诉你，一会儿来的人来套大的，吓死你！说来听听，看看能不能把我吓死。本县县长的秘书王有炳，炳哥有权有势，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那不是王有良的亲哥吗？传说在县里做大官的那位，冤家路窄，收拾完弟弟收拾哥哥，挺好。
过了一会儿，果然开来了2辆破面包车，下来10几个人，每人手上都拿着一根铁棍。又从副驾驶上下来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人，50、60岁，貌似是这群人的老大。这人一进院子，三宝就知道此人城府颇深，混黑社会凶神恶煞的表情是标配。这个人反倒像个弥勒佛一样笑嘻嘻，一副假惺惺的慈祥表情。看来此人正是王有炳了。原来这些放高利贷的老大是县长儿子，名叫范建建。范建建靠他爸的权力专做放高利贷，有些事情不方便出面，于是找了个合伙人王有炳。王有炳之所以能在县长面前说得上话，主要也是因为县长知道他背地里帮儿子擦了不少屁股。刚才范建建接到手下来报，当时范建建正在温柔乡里，哪里想管这些破事，于是就让王有炳去解决。王有炳一问，对方竟然是三宝，来得正好，他正要为弟弟王有良的事出这口恶气。我妈借高利贷400块，半年到期还800，没想到对方竟然篡改协议，在800前加一个2，要还2800。如此坑蒙拐骗，我岂会惯着他们？于是用拳头将他们揍得鼻青脸肿，连滚带爬离开了。没想到他们又去搬来了救兵，而来人还是我死对头王有良的哥哥王有炳。炳哥就是这家伙，不但不还债，还动手打人。今天你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王有炳一瞧这3个人满嘴的血沫子，脸肿得跟猪头一样，低头说了句：“哼，没用的废物。”接着又转成笑脸，对着三宝说道：“这位朋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大家可以拿出来说清楚吗？动手总归是件不好的事。”